大家好，我是坤。我们在开服的时候有分享过升级功法的建议啊，比如开局注重修炼，且功法不要圆满。但是随着系统越开越多呢，功法的选择变多，可能同学们在之后的功法加点上也会遇到一些选择困难。那今天我们就来为功法这块做一个补完，但这次我们不会以无脑懒人包的形式来和大家分享功法加点，因为根据刻度和个人追求不同呢，在功法的选择上相对自由，升级的顺序也是有弹性的。所以我们会将重要的加成做一个系统的介绍，还有介绍我个人选择的加点顺序，让大家在充分理解功法的情况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好好听。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目前在功法呢，我是点到了17阶的位置啊。当前版本呢，功法总共有20阶，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啊。1到10阶为这个人界的功法，那11阶开始呢出现法则加成，然后17阶开始出现这个仙魔系统的加成。那首先再次强调一下功法升级的第一个概念，不要圆满。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仅将功法的特殊属性激活即可。但是功法种类繁多啊，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些加成。首先我们来讲境界相关的加成啊。首先是这个丹药类啊，它分次数和丹药效果加成。那这个是需要最优先毕业的属性啊，看到则点。毕业功法呢为这个10阶的羽化飞仙术啊，毕业属性为服用次数加6啊，服用效果加28%。然后是灵气加成啊，这个是除丹药类第2优先的功法，也是看到则点。毕业功法呢是16阶的这个天尊御书功啊，那毕业属性呢在灵气上是69%啊。那关于灵气加成要提的是，一些带灵气加成的功法解锁条件可能是某古堡4星或者一些非重点的神通达一定等级啊，可能在刚接触到的时候呢还没有达成解锁的条件啊，比如这个8阶的星元和紫霄啊，你需要这个瑶光灵玉和紫薇古戒达到4星。那神通功法的解锁相对门槛较低，有刻度的同学可以选择升级神通啊，解锁功法。可能是这个太清吧，我已经忘了它的这个解锁了，但一定是某一个神通。OK， 那我觉得啊，这个你可以把它点出来，然后再洗点。那无氪同学在机缘紧缺的情况下呢，可以选择在当前境界神通成型后啊，开始升级功法对应的神通，在达到比如下一个境界需要调整神通时呢，再一次性洗点啊，减少这个机缘的浪费。那比如古堡4星的灵气功法呢，在达不到门槛的情况下啊，我们只能选择暂时跳过。但是在达到门槛的第一时间啊，推荐第一时间回来将灵气的加成补满。好，那最后要说的是吐纳。吐纳呢，在这个陆服啊是相对优先级较低的一个功法加成，但是呢，台服因为境界开放的时间压缩啊，比如开服后人界之飞升。陆服的开放时间是45天，台服是好像是38天。那包括到破虚反虚期，以我自己的刻度也无法按时上会员合体，基本是被顶氪大佬甩开10几天的时间呢。那晚上境界就会导致诸多方面被甩开。那是不是说吐纳就一定要全部满足呢？这个要看刻度。我会推荐伺服器前段班的同学至少去保证高 CP 值的吐纳功法解锁至这个相应的层数。也就是纯吐纳类型的功法啊，比如这个7阶的大手羊，不对，说错了，8阶，在哪儿呢？百花吗 ？No， 易经，对，比如7阶这个易经啊，这个不止纯吐纳，还很方便。那比如说之后11阶的这个万合啊，刚刚点开的这个，那这些都是一个每个门槛都是吐纳加成的功法。那之前一直有在官方 DC 和朋友聊功法我们有吐纳角和神通角啊，这个晚点再说。吐纳是有暴击的啊，提升不稳定。但是呢，比如在破虚反虚阶段，你可以按平均4%吐纳加成，约等于1%的灵气加成来计算。那一本纯吐纳的功法啊，光是趴数这里就有20%，可以约等于每天多5%的灵气。那次数呢就要看你的分母了，相互堆叠的概念。那在台服开境界时间压缩的情况下呢，拥有一定的吐纳保障，我认为是前段班同学有必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对无氪微氪吐纳有没有好处呢？也是有的啊。
虽然这个无课微课同学你在奋起班啊，根据差距还会有20%、25%的加成，但是保持20%奋起是比你落在25更好的啊，因为大境界的灵气吸收率也会产生质变。早进入大境界的吸收率提升呢，会远超你在前一个大境界啊多5%的这个加成。那同时无课的基础上呢，你更早的进入新的一个大境界啊，也可以帮助你在长线相对跟上大部队的脚步。那奋起的概念并不是追上前面的人，而是让你不要被太快的拉开太多。越高的奋起只能说明你被拉开太远。好，那这是境界相关的加成。下面我们来讲战斗类的加成。好，战斗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首先，神通增减伤啊，神通增减伤是 PVP 中最重要的一项加成了。拥有高额神通增减伤，在论剑中反馈的激战力是最直接的。我记得很多同学有留言给我说，别人战力比我低，我打不过他。这个方面有很多啊，有神通虚战，有技术属性的差异，有双系破防格挡的升级虚战等等啊。但是最重要的一环啊，你可以试试点开他的面板偷窥一下，大概率哦，你的神通增减伤被他吊起来了啊，所以可能你乍看之下和他面板是接近的，但是你打他不疼，他打你死疼。好，那除了神通增减伤呢，还有这个法宝增减伤啊。那法宝增减伤的优先级会低很多。一个是法宝受上限的限制啊，神通没有。虽然到混元合体期啊，打同战会慢慢打不到伤害上限，但是比起功法的提升呢，提高这个法宝的技炼等级啊，提升气纹，甚至精炼啊，都是一个更好的帮助你接近伤害上限的手段。那功法还是有益啊，但是建议在很后期啊，神通类还有修炼类完善后，你再去做一个补强。好。那讲完战斗类，我们来讲讲独立系统类功法。好，那讲完战斗类，我们来讲独立系统类功法。首先，法则加成法则加成，法则是我很推的一类功法。虽然我当前的加点思路和我对吐纳是一样的，我们只要纯的法则啊，比如11阶开始的5方。那讲法则的那期影片还是有很多同学看过的啊。撇开升级方式，法则有等级压制的效果，在等级差距上可造成增伤。并且法则达到相应等级才能解锁灵界后续的神通啊，用新搭配来形成质变。那我看 DC 有朋友抱怨过，说这个啊，我法则压人家很多啊，我还是被打爆了啊。首先，法则在战斗中的影响啊，对比神通增减伤肯定是不能比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不能把一个养成系统、一个吃饭的工具啊，看待为胜负的关键，而是一个养成系统，它还能帮你打架。哎呦，不错啊，这样就会开心一点。那综合来讲呢，法则有3好：压制、神通和古堡啊。一个是法则压制本身带来的战斗优势，一个是更早的迈入新的神通门槛啊，比别人更早的解锁神通。最后一个是法则类古堡的加成啊。我在社群有 po 文啊，说这个古堡筑灵的一个小 tip。那法则古堡在筑灵加9时会有属性上的质变。比如攻击类的古堡，在法则1000多级的时候，就可以提供超过100万的攻击啊，并且呢，它的上限永远为满级2000级啊，所以越到后期，法则等级上的优势更可以提供给你大量的基础属性啊，对 PVP 甚至 PVE 的战斗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个人很推纯的法则功法，个人会在丹药和灵气之后啊优先提升。而复合型的带法则加成的一些功法呢，是否要在一些阶段去满足，就要看刻度了。那有同学要问啊，我是无氪我这个道法果每天闭关没法满足，那我还需要去点这个法则的功法吗？个人认为是要的啊，这是一个吃不饱要尽量多吃点的概念啊。如果和同无氪比，大家每天同样的闭关时间，你的法则依然是以一样的比例在拉开的。本身无氪在各种资源上都是不如科长的，比如我的凌晨不如科长，我就不升级装备了，那肯定不能这样想，对吗？好，那第二个独立系统的功法是仙魔类的功法啊，一般有对仙和对魔的这个增减伤啊，还有这个气运的加成。那个人认为这个气运呢，对于这个仙魔系统的修炼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
没有那种比如纯气运或者说免费加征收的功法啊。那对仙魔的战斗加成呢，又是分开针对的啊，不像神通增减伤可以涵盖全部。OK， 那最重要的一点，17阶之后的功法太贵了，大量功法点投入进去啊，移动的很慢，可能一本17、18阶的功法满足可以让你补2本之前的功法。所以虽然仙魔类的功法啊，最终也是要去点的，但是呢，顺序推荐放在比较后期的阶段，好吗？那以上就是我认为功法中比较重要的加成了啊。其他没有提到的加成呢，个人认为是在以上的加成大致满足后再去考虑的提升方向。那下面我们来讲功法的学习顺序。好，功法学习顺序，首先分享我个人以我当前刻度和位置的顺序选择。那第一优先级为这个丹药类，最快的速度完成28%和6次的加成。第二优先级为灵气啊，最快速度完成69%的加成。第三优先级为纯法则类的功法啊，第四优先级为纯吐纳类的功法。那满足以上后呢，我会开始回去较早的功法阶段，补充一些高 CP 值的神农增减伤啊，也是我目前的阶段比如这个无欲无情啊这么多，然后这个远水神功啊，都是这个神农增减伤高 CP 值的功法啊。那甚至说后面13阶的这个五雷啊，14阶的这个九玄啊，都是这样的类似的一个功法。那在神通增减伤大致补完后呢，我会开始去提升仙魔类的功法，主要服务这个气运的加成啊。当气运大致的这个补强后呢，我会开始挑一些复合类的功法进行补强，主要针对法则、吐纳以及神通增减伤。那最后去提升法宝增减伤。那大家要注意，以上优先级在实际加点中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会有穿插的情况啊。比如之前提到的这个8阶灵气类功法啊，需要这个4星的古堡，那你可能在达到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已经点到10几阶了。那你在满足要求时呢，可以暂停当前的功法升级，第一时间回来补完，好吗？那我这种加点方式的利弊又是什么呢？先讲弊端，我这种加点方式啊，是我会以一直长线玩下去的概念去学习的。在我慢慢将神通增减伤补充到一定门槛之前，我会一直容易被越战力打败。打不过同战力的人啊，论谁都会难受的。但是这个游戏我个人更注重养成啊，先扎好根基，再补充集战力。现在我已经迈入了神通增减伤的阶段了啊，那这个以前能越战力打我的人，也慢慢的打不过我了啊。但同时我在境界上和法则上拉开的差距，在同刻度的基础上基本是不会被追到的。而这个从前期一直被虐到现在的过程，除了难受之外，我可能会输一些 PVP 这个玩法的奖励啊。那这个游戏在 PVP 的奖励上，每个层级的跨度其实很难通过自身培养的选择形成一个质变啊，且排名越往后差距越小。我们拿这个跨界论道来说好了，可能前面1名每天差100积分，越往前竞争越激烈，这是大佬应得的。那从后面50名到100名啊，差50啊，100到200啊，又差50。那50啥都换不了，有50名和100名的这个位置给你去调整，对吗？那在这样一个奖励分配的情况下，个人认为，因为暂时放弃集战力而失去的资源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到后面将集战力补充完毕，因为我的根基扎实，同刻度的基础上，各养成系统上拉开了差距，而别人不会因为比我早学习神通增减伤而和我拉开一些我永远追不上的东西啊。就像人一辈子啊，你可以先爽到30岁，30岁之后到老都换我爽啊。好，扯远了啊。那功法的学习上呢，不论什么刻度，最高的优先级都应该是丹药和灵气。那之后就看你是猥琐发育流还是活在当下流了。那其实差异也仅是将神通增减伤放在多优先的位置而已。活在当下流，你可以将神通增减伤紧随其后啊，好几个月都可以打同战，打得很舒服。那猥琐发育流呢，推荐和我一样，在满足丹药灵气后啊，继续补充纯法则和纯吐纳，扎好根基啊，可能开局开始会被同战虐啊。但是你稳定道行，从终身角度来说啊，这是个人认为最优的成长方式。那当然更猥琐呢，你把气运都点了，然后继续补啊吐纳法则
这个连我都做不到啊，因为我认为当下阶段是我该收获的时候了。如果你做得到呢，屌哥，好吗？屌哥。那当然，以上都是个人想法，大家理性看待。我的想法肯定不是标准答案。这期不是像活动那样的懒人包，也不是说规定好点这本然后点那本更想要陪大家思考，可能同学们能从中吸收到不同的概念，产生自己的选择。那如果你是大神，有不同的意见呢，欢迎留言和我和平讨论，就当朋友聊聊天，好吗？好了，那今天就是关于功法终身培养方向的分享了。不知道这种分享方式大家接受程度如何？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你订阅我，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如果你对游戏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我一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